还刚出生，天空就出现七彩祥云，家里的铁公鸡也纷纷下起了金蛋。只因算命的说，贫穷的老苏家只要在儿子堆里生个闺女，就能富贵延绵。孩子他娘，你快看，咱闺女对我笑了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，搞得几辈子没见过闺女似的。可不就是几辈子没见过闺女了？这些年家里隔三差五的就添个臭小子，整得跟个和尚庙似的。好了好了，快别说了，这可是咱好不容易盼来的闺女，你可不能跟之前一样糊弄我。这次你必须得认认真真的给我取个名。看你说的，我什么时候糊弄过你？还没糊弄，6个儿子，就老大那时候随口起了个大虎，后来几个儿子就都顺着叫下去了，你压根就没费心思。那不是一堆臭小子吗？随便叫什么不行？苏老太太看着自家男人嘴硬的模样，也不再刺激自家男人了。臭小子叫什么都行，那小闺女可不行。那是，要不就叫大宝。我们村头老王家那个傻小子就叫大宝，莫非你要咱闺女跟他一样？那要不叫福绵。之前那算命先生就说过，只要咱家有了闺女，就能富贵延绵。还行吧，不过可别信那算命瞎子的话，没那句话，咱们照样丑。那就叫糖宝，让他甜甜美美过一辈子。这个好。老苏家在大柳树村可是赫赫有名的，一下子生了6个儿子，可让那些生不出儿子的人眼红。一听老苏家生了个闺女都不敢相信。大虎，你娘真给你生了个妹妹？对啊，哈哈，这不就是老蚌含珠吗？之前那个算命先生就说过那话，看来你家真的要发了。对呀，到时候发财了，可别忘了咱这乡里乡亲的。好了，妹妹她就有一个小娃娃，我们家日子过得好不好，和她有什么关系？苏二虎说完，拉着自己哥哥就走，留下大槐树底下的一群人继续吃瓜。哼，不就生了个闺女吗？我这肚子这么圆，出来的可是个儿子呢。丫头不都是赔钱货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多年前村里来了个仙风道骨的算命大师，准得很，算出来老苏家生个闺女就能享富贵。不会吧，还有这种事？问话的小媳妇儿还是不相信，她才嫁到大柳树村没几年，根本就不相信全村最穷的人家会因为生了个闺女就会发家，因为她娘可是说过，她这肚子圆圆的，里面肯定是个儿子，她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肚子里的也是她所说的赔钱货。二哥，有东西撞了我一下，也有东西碰了我一下，不会是鱼吧？我不知道，要不我们还是赶紧抓吧，要真是鱼，咱们就抓回去给娘炖汤喝。好了，赶紧的。他话刚说完，岸边的二盼就大声地喊了起来：爹，有鱼！当二虎转过身来，只见二盼手上抱着一条大鱼，而水里的鱼也一条一条的抢着往外跳，搞得跟比赛似的。大盼，快叫你爷拿大桶来装鱼。大盼答应了一声，一溜烟的往村子里跑。当苏老头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也一脸蒙圈，虽然他不敢相信，但还是带着2个木桶去。回来的路上，几个人身上几乎挂满了鱼，时不时就有几条跳出来，弄得村民哈哈大笑。而此时在娘家发牢骚的苏二嫂还不知道情况，正在跟母亲王氏扯闲话。看这威风的哟，要是我也生个女儿，我也能这么宝贵起来。是了，我倒希望你和你大姐换一换，她一下子生了3个女儿，可给她婆婆骂惨了。娘你不也一样？所以我才要嫁到苏家啊！嫁到别人家生闺女天天被骂，去苏家生闺女全家都宠着。那你就知道天天给我抱怨穷。现在你婆婆生了闺女，苏家的日子也要好起来了。阿良，您还真信？就凭那个小丫头片子，二姐出大事了。钱月梅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钱家最小的闺女钱四草就大呼小叫的跑了进来。二姐，我姐夫抓了好多大鱼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姐夫真的抓了好多鱼？真的，好多人都看到了。我本来想要二盼抱着的那条大鱼，结果他死活都不肯，非要留给他小姑姑吃。你回去之后得好好管管这个二盼呀。莲，难不成我那小姑姑真的能发家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这几年河里的鱼都快被捞干净了，哪里还能有那么的大的鱼？偏就你小姑子一出生，那河里就有了那么大的鱼，还偏就都被你们家赶上了。王氏话还没说完，苏二嫂就一溜烟的冲了出去。回到家后，她才发现已是人满为患，压根就挤不进去。弟妹，咱家出了啥事？苏二嫂一回头，却发现苏大虎手里正提着2只大野鸡，站在身后和他打招呼。你上山了？那山上可是有个大畜生啊！我就在山脚转了转而已。这咋能转出来？俺家小孩馋肉都馋疯了，天天在那野，连根鸡毛都看不见。行了，都别不信了，河里能一下冒出这么多鱼，山脚就有野鸡也很合理啊。这老苏家有了闺女，看样子是真要发达了。待苏大虎和钱月梅好不容易进到自家院里后，立刻就被眼前的这2桶白花花的鱼给惊到了。大伯哥脖子上挂着野鸡，院子里又有这么多鱼，难不成老苏家的日子真的要发了？爹，你这是在哪儿抓的？抓什么抓？爹就是在山脚下转了转，野鸡就扑腾着翅膀子，直接飞我怀里来了。老大，正经说话。爹，我没胡说，是真的。
我就在山脚下转了一圈，心里想着要是能逮到野鸡，娘就有鸡汤喝了。正想着呢，就听到旁边的草丛里有动静，一只大野鸡扑腾着翅膀子向我飞了过来。苏老弟，你家这小闺女真是个福星呀，给你们家带福气来了。我闺女当然是个有福气的。一提到小糖宝，苏老头就端不住了，整个人都飘了。瞧把你美的，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老苏头，你咋不自己飞上天呢？一时间，院子里热火朝天，笑声不断。待村民走后，他们兄弟几个又开始围着糖宝转。爹，妹妹好俊呀！爹，妹妹好白呀！爹，妹妹好小呀！废话，你刚出生的时候比你妹妹还小，活像个小老鼠似的。爹，你不能人身攻击。老子就这样，有意见也得给我憋着。爹，我可是您亲儿子。老子有闺女了，还要你们这些臭小子干嘛？爹，您说小六就行了，干嘛还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？是呀，爷爷，我今天洗香香了，多臭！你是不臭，但衣服破破的，我不太喜欢。而你们都是男的，搞得跟个和尚庙似的，看来今后我的日子不好过呀。小糖宝不由得为自己未来的苦日子捏了一把冷汗，突然一紧张就尿了。哎呦，娘的小宝贝怎么哭了？苏老头见到小闺女大哭，一颗心一揪一揪的疼。都出去，看吓到你们妹妹了。苏老头赶羊似的把几个儿子和孙子都赶了出去。赵春花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听到小糖宝的哭声，立刻就往里面跑。帮着晾衣服的钱月梅见状，对着大嫂的背影撇了撇嘴。马屁精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闺马屁精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闺女呢。堂屋里苏老太太好不容易哄着小糖宝不哭了，可苏二嫂刚进门就来了一句，吓得糖宝嗷嗷的哭了出来。乌鸦嘴，不会说话就别说，赶紧给我出去！啊，对，哪有人一进门就说别人生病的？我今天要不给你上一点眼药水，真还以为我好欺负了。我不就说了一句话吗？怎么就让我出去？我又没欺负小姑子，她哭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刚刚还好好的，你一进来就说她生病了，她能开心能不哭吗？都是你惹的祸，赶紧给我出去，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哈哈，还是老妈给力呀！我看你以后还给我胡说八道不？钱月梅听得脸上就挂不住，于是气呼呼的走了出去。可刚一出门就听到了里面传来了小姑子的欢笑声。真是活见鬼了！像我这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公主，咋就讨人嫌了？真是搞不懂我那小姑子咋想的。她越想越不对劲，总觉得哪里有问题。为了一趟究竟，她又偷偷的溜了进去。可一进门，小糖宝又大声的哭了出来。刚刚才把你给轰走，现在又来，真是不长记性。看来我这眼药水给的还是太轻了。你们可别都看着我，看得我心慌。怎么就不看你了？你一进来妹妹就哭，快说，你是不是偷着掐妹妹了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是没有掐我，但刚刚你骂我了。我要不给你上点眼药水，我还怎么成为团宠呀？二嫂，你看你一说话，妹妹又哭得厉害了。你肯定是偷偷的欺负妹妹了，要不妹妹怎么会看见你就哭？我说了没有，就是没有，你们别老是怪罪于我好不好？钱月梅气的声音都哆嗦了，一甩脸子冲了出去。哈哈，你个小样，还真以为我治不了你，让你坏坏的。苏老太太看着钱月梅出去后，立刻就吩咐着儿子：老二，你赶紧出去看看，你媳妇带着身子，我怕她出事。苏二虎应了一声，就快步追了出去。可到了第二天，钱月梅越想越气，为了验证她不是小姑子口中的讨嫌鬼，于是趁着屋里没人，又偷偷的溜了进去。小姑，看看这个好不好玩？钱月梅软声细语的说着，拿出一个小波浪，在小糖宝面前摇晃起来，咚咚咚的响声让小糖宝猛了一批。吵死了，你个没良心的家伙，你就不知道轻一点吗？这个可好玩了，二嫂送给你好不好？只要你以后看到二嫂别哭了就行。钱月梅说到最后，自己都快哭了。她始终想不明白，这个小丫头片子咋一看到她就哭？哈哈，想不到你居然会过来拍马屁。不过我看在你表现好的份上，就不给你上眼药水了。可就在小糖宝挥舞着小手想要去抓波浪鼓时，苏大嫂赵春花却走了进来。弟妹，你在干啥？我能干嘛？当然是看看咱们的小姑子呀。你那么大声干嘛？我就是太紧张了，所以声音就大了一点。你紧张个啥？难道看到我一个人在这，担心我会害小姑不成？肯定呀，之前小姑一看到你就哭，我能不担心吗？再说了，娘都偷偷的叮嘱过我，不让小姑单独和你待在一起。赵春花，你太过分了。我钱月梅就算是喜欢斤斤计较、搬弄是非，可也断然不会谋害小姑的。钱月梅说完，就气冲冲的走了出去。
让一旁的赵春花听的也是一脸懵逼。难不成这是弟妹给小姑买的？但是她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给了？真是让人不解。老大媳妇，你在这里干嘛了？怎么一动不动的？娘，你看糖宝手上的拨浪鼓，那是您让弟妹给小姑买的吗？苏老太太听后连忙摇头，这是老二家拿来的。对呀，刚刚我一进来就看到小糖宝在玩这个，所以我才问你了。这个老二家的今天是抽什么风了？居然会给糖宝买这个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唉，看来我刚刚真的是错怪他了，我现在就去给他道个歉，免得他记恨于我。那好，既然误会了，那你就去吧。想不到这一家人虽然穷，但是感觉还挺有趣的。看来我以后再也不会孤单了。时光如流水，糖宝在众人的期盼中长成了能自由行动的小姑娘。苏家也因糖宝的缘故，摘掉了贫困人家的帽子。然而蝗灾却在这个街头衍生席卷。这个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别人家的粮食天天被蝗虫啃，而他家的庄稼却毫发无伤，只因他使用了一片叶子，才导致了蝗虫不敢靠近。衙门来人报信儿了，说蝗虫经过的路线正好是咱村儿这个方向，现在地里的庄稼眼看着就能收了，这要是都被蝗虫祸害了，这以后还咋活呀？明明知道蝗虫要祸害我们的庄稼，我们却无力挽救。看来以后又得天天饿肚子了。对呀，我之前就听我爹说，我爷爷当年就是因为闹蝗灾，因为没东西吃才活生生饿死的。大人们的忧愁并没有传染给孩子们。这厢苏六虎一边烧蚂蚱，一边阻止妹妹捣乱。妹妹，叶子是湿的，不能烧。你说不能就不能嘛，我干嘛要听你的？小糖宝哪里会听哥哥的，坚决要把熊孩子的作风进行到底，于是把叶子扔到了火堆上，不一会就冒出了浓烟。浓烟顺着风吹向了苏家的田地，吓得田里的蚂蚱四处乱飞，纷纷脱离烟气的范围。哥哥，飞飞，虫虫飞飞。这蝗虫没有人轰赶，咋就自己飞了？难不成这蝗虫害怕烟熏？快，我们也学着糖宝的烧火方式，往田地里再生几堆火。村民听到村长发话了，立刻就跑去找柴火点火。很快，田间里就燃起了好几堆火。然而那铺天盖地的蝗虫，一闻到烟就呼啦啦的分散开来，向两旁飞去，正好避开了大柳树村。庄稼保住了。对，我们的口粮保住了。哈哈，蝗虫飞走了。一时间，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欢呼声。当县令得知灭虫方法是糖宝想出来之后，便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老苏家表示感谢。县令大人，孩子小不懂事，请大人恕罪。小姑娘年纪虽小，福气可不小。本官一进大柳树村，就已经听到了诸多传闻。哪里，都是乡亲们以讹传讹，胡乱传的。无论传闻真假，你们家小闺女碰巧找到了驱赶蝗虫的法子，总归是立了一大奇功。大人，草民的闺女不敢居功，她一个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一切都是大人爱民如子，所以才得老天垂怜，受惠于大人所辖之地，发现了驱赶蝗虫的法子，一切都是大人之功劳。苏老头言辞恳切的把功劳都推到了郑县令的身上。郑县令听了苏老头的话，哈哈大笑。想不到我爹爹居然如此会说话，这马屁拍得很麻溜的，看样子我还得给他来一助攻。伯伯，吃糕糕。说着，糖宝就从篮子里拿出一块糕饼，直接递给郑县令。想不到这乡野之中居然会有这么好的东西。郑县令本想拒绝的，可手不受控制的接过了糕饼，然后开心的吃了起来。想不到这个县令也是一吃货。哈哈，这糕糕真好吃，伯伯谢谢扶压。不过伯伯也不能白吃扶压的东西。郑县令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，给了小糖宝。伯伯，纸能买，糖吃吗？哈哈，这不是纸，这是银票。一看郑县令要给银票，苏老头就慌了。大人，这可使不得，他一个小孩子家的，哪能要大人的银票？哈哈，长者赐不可辞，本官送给是侄女的东西，岂有收回来的道理？这别跟我这的了，我现在还要去村长家找他谈点事情，现在可没工夫跟你瞎扯了。离开苏老头家后，郑县令立刻就来到了村长家，跟他谈起了上交粮食的事情。县令大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粮食可是村民的命根子，你说他们会心甘情愿地交出来吗？这我可不管，你得必须配合衙门，把粮食问题给我处理好。这我可办不来。你要真办不来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如果有别的村民过来抢庄稼，你可别找我。如有那么一天，我肯定得找你，你可是我们的父母官呀。你既然知道我是你们的父母官，可为什么就不配合我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除了你们大柳树村的庄稼没被蝗虫祸害过，可附近的几个村的庄稼都被蝗虫祸害完了。要是他们没饭吃，你敢保证他们不会过来抢吗？这我都知道，可是粮食由县衙统一管理这么大的事情，
我一人可做不了主呀，我怕激起民变呀。所以我这不才来找你商量吗？希望你尽量去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。我一个人做不来，要不你让苏老头跟我一起，他说话估计会有一点分量。就是因为他们家的糖宝，我们才保住了庄稼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立刻就去跟苏老弟一起去找村民协商上交粮食的事情。想要我们白交粮食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我可一定要找一点事情给你们做不可，恐怕苏老弟不会同意的。之前他就跟我说过，他一定要弄掉凤凰山那头恶虎，他家老三就是因为那恶虎才离家出走的。哈哈，不就一头虎吗？有什么难的？我现在就贴出告示，只要愿意上山抓虎的，我每天一人补贴5斤粮食，直到消灭那恶虎为止。他猫的，之前那恶虎一直为祸乡里你不管，现在为了让我们上交粮食，就知道要处理掉那恶虎了。那好，既然县老爷都那么说了，我也没有不去的道理。我现在就去跟苏老弟一起去跟村民协商上交粮食的事情。到了下午，村长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召集起来，宣布捐献粮食的计划。果然，村长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村民们就炸锅了。凭什么？我自家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就等新米下锅呢？我家还等着粮食收了，换些银钱给儿子娶媳妇呢。就是，好不容易今年庄稼长得好，粮价又贵，就指望着今年能攒下几个大钱。谁爱交谁交，反正我家不交，老子这就去地里打窝棚，以后就吃住都在地里了。一时间，村民们纷纷嚷嚷，群情激愤，大呼小叫的要搬去自家地头上住。搭个窝棚就能保得住粮食吗？20年前闹旱灾的时候，流民集结成匪患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血洗了多少个村子？咱们大柳树村的百姓拖家带口的逼到凤凰山上，才算是躲过了一劫。可现在呢？山上有老虎，你们敢上去吗？苏老弟说的没错，要是不把那老虎处理掉，我们生活在这里怕是也不安全。县长大人也说了，只要我们上交粮食，他就会安排人去山上弄掉那老虎，还会贴出告示，只要愿意上山的，他每天补贴5斤粮食，直到弄死那老虎为止。我要上山去找爹爹，跟他一起打虎虎。糖宝乖，上山危险，要不我带你去地里摘花花，好不好？不嘛，我就要打虎虎。奶声奶气的声音中满是执着，听着让一旁的苏二嫂也忍不住劝导：小姑，贴话，二嫂给你蒸高高吃，好不好？我才不要吃高高，我就要打虎虎。既然小姑非要去打虎虎的话，我也只能陪她去了。要是不去的话，万一她又要给我上眼药水，那可就真的完犊子了。唉，莲，要不咱就抱着小姑去山脚下转悠转悠。苏老太太听了二儿媳妇的话，再看看小闺女那可爱的模样，也放弃了抵抗。好吧，老二家的，你背上背篓，我们去路上挖些野菜什么的。知道了，莲。此时的凤凰山脚下可热闹了，进山打虎的几百口子人后面跟着一大群挎着篮子、背着背篓的男女老少。这哪里是去猎杀凶猛的老虎，纯粹就像是进山寻宝的。莲，这些人就不怕遇到老虎发生意外吗？这么多人在一起，遇到老虎未必就会发生意外，但是没有吃的，很可能一家子都会饿死。然而他们的谈话，小糖宝却一点都听不懂，他只知道要挖菜菜。娘，挖菜菜。说完，他就从人群中跑了出去。不一会就看到前面有一些野菜，就开始拽着拽着，就拽出了一块黄疙瘩。娘，这个菜菜真是奇怪，跟家里的都不一样，黄黄的。小糖宝拿着黄疙瘩，立刻就走了过去，拿给了苏老太太。糖宝，哪儿来的？挖菜菜，挖的。一听糖宝挖的，婆媳二人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蹲下身子找了起来，一边找一边心扑通扑通的乱跳。不过婆媳二人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只找到了2条深深的车辙。莲，这里怎么会有车辙？苏老太太也是一脸的不解，但是看了看手里的黄疙瘩，又觉得心里隐隐的不安。暂时先别声张，回家后再说。好的娘，我晓得轻重。许月梅连忙答应，她当然不敢声张，万一有人找了过来，那金子可就真保不住了。娘，你快过来。又咋了？苏老太太有一点激动，真怕闺女又拿出一块金子来。虽然金子好，但是这莫名其妙冒出来的金子，她感到烫手呀。娘，不动动。小糖宝指着地上的几个叶子，天真的小脸上满是抱怨。苏老太太无奈地蹲下身子，帮着闺女拽。很快她就发现了问题。这不是普通的叶子，这是老二家的，快过来。苏二嫂听到了婆婆的呼叫声，立刻就走了过去。莲，咋了？快把铲子给我。苏老太太说着，把许月梅手里挖野菜的铲子要了过来，然后动手顺着叶子梗往下挖，越挖心里越激动。相比于捡到金子，还是挖到药材更踏实。莲，这是啥？我这咋看着像人参？哈哈，
这不是人参，这是田七，也叫金不化，是一种很名贵的药材，特别是长成这样的更珍贵。卵，这么说，这东西能卖好多钱？苏老太太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挖，心里却感叹，长着这么一片田七，竟然一直没有人发现。也幸亏这一大片野草挡着，才没被人发现这里有药材。是呀，你不要问那么多，咱赶紧挖，弄完我们好回家。然而山上情况并不好，村民们被突然窜出来的老虎吓得四散奔逃，只有不知情的苏老头还在挖坑，想要做个陷阱弄掉那恶虎。爹，你这是在干嘛了？老虎马上就要过来了，你居然还在挖土？你有我想吗？现在要不做个陷阱，难道你要我赤手空拳的跟老虎肉搏吗？你这老头就不知道跑吗？非要挖坑？我也想跑，但我也得能动才能跑呀。你这腿怎么了？刚刚上山还不是好好的吗？是好好的，刚刚一听老虎要过来了，我这腿立马就不听使唤了，一动不动的。完了，真的完了！你看那老虎正朝我们这走来，你要还是不能动，我们今天非得丢这里了。你怕个毛线，要死就死呗，反正我现在真是动不了，你赶紧跑吧。话音刚落，那老虎就直接向苏老头飞扑而来，吓得他直接往地上一趴，结果老虎就直接撞树上晕了过去，身体下面还留着一些血痕。苏老二看情况不对，立刻上前去查看，结果发现那老虎突然死了。爹，老虎死了，老虎死了！哈哈，苏大伯杀了老虎，哈哈哈，这个畜生终于死了！欢呼声从四周响了起来，人们死里逃生，哈哈大笑。苏大虎抹了一把眼泪，激动地说道：“爹，您把老虎杀了。”老弟了，不是老弟，是大哥，以后你就我大哥。苏大哥，你就是咱们村子的大英雄。对，就是大英雄，打虎英雄。哈哈，大家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其实我也没做啥。就是你这要是没做啥，那我们岂不是没脸见人了？就是这个脸啊！哈哈，苏大伯您是不知道，刚才狗蛋都吓得尿裤子了。这个声音一落，好几个人都偷偷的夹了夹腿，他们的裤子也湿了。被点了名的李狗蛋脸一下子涨红了。王小二，你别胡咧咧，你才尿裤子了。我才没有胡咧咧，不信大家看看。他的裤子现在还湿着呢。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，肯定还有别人也吓尿了，不信都把裤子脱了。哈哈，你们别在哪里瞎胡闹了，赶紧过来一起扛老虎，咱们下山跟苏老弟喝酒去。很快，苏老头打死大老虎的事情如同12级狂风般瞬间席卷了整个凤栖县。县太爷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金大匾，可就在唐宝认真的看着上面几个大字的时候，一个小男孩却走了进来。你就是伏鸦！我才不是伏鸦，我叫唐宝宝，请你以后不要乱叫好吗？哈哈，看你说起话来挺有意思的，你就做我的小妾吧。比索哈拉子。小唐宝一着急，话都说不清楚了。不是都说你很聪明，而且福气满满的吗？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？小男孩说完，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瞪大了眼睛，叫道：“你不会还尿床吧？不行，你可不能跟我睡，万一你尿到我的床上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唐宝来了一下，搞得他都有些懵了。你不但尿床，还打人，还那么凶，一点都不像伏鸦。闭嘴，鹅不尿床。小唐宝凶巴巴的怒吼，一着急把我又说成了鹅。哼，我才不信，你这么凶，肯定是心虚。鹅从不尿床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大盼跟二盼却走了进来。小姑怎么了？小姑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唐宝话音刚落，两人就直接走了过去，一顿输出，弄得县令的儿子嗷嗷大哭。听到里面的哭泣声，苏老头几个立刻就走了进来。二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明明是跟爹爹去道喜的，可没想却哭着走了出来，只因他说了一句小妾就被臭骂了一顿。接上集，我没有欺负他，是他欺负小姑。你没欺负他，那他干嘛哭了？他自己喜欢哭呗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了？对呀，他刚刚还说小姑是他的小妾了，我们只是不跟他玩，他就哭了。一听小妾两字，苏老太太的脸立刻沉了下来。夫妻二人齐齐地看向了一旁的郑县令。县令大人，草民的闺女虽然只是个乡下丫头，也断然不会给人家当妾室。对呀，还请县令大人恕罪，小女粗鄙，高攀不上县令府的门楣。哈哈，都是犬子不懂事儿，胡言乱语才惹来了这么多事儿，请苏老弟莫怪。爹爹，我没有说错呀，他要实在不愿意做妾的话，也可以当我媳妇儿。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看来这县令大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县令大人，草民家里还有宾客需要招待，我就不挽留你的，你请自便。一听苏老头要送客，郑县令脸上立刻就挂不住了。苏老弟，你误会了，小孩子开玩笑怎么能认真的？我现在就带他回去好好调教一下。哈哈，我让你坏坏的，现在好了吧？
回去之后就有果子吃了吧。可就在郑县令准备离开之际，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哭泣声，从门外进来了一群蓬头垢面的人，有老有小，其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儿。小媳妇儿低着头，遮住了脸上的羞窘的表情。有人立刻认了出来，这是隔壁石头村的。这不是被老虎咬断了腿的那个张大郎的媳妇吗？是呀，咋跑到苏家来哭了？难道张大郎已经不在了？就算是张大郎有个3长2短的，这也不能来人家老苏家哭呀。众人议论纷纷，俱是摸不着头脑。虽然同情张家的遭遇，却对张家的做法莫名其妙。弟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家老头子跟你上山打老虎，现在受伤了，家里没了苦力，现在家里吃不上饭了，希望你能留我女儿在身边，给你做个妾，给她口饭吃就行，让她以后好好的伺候你们夫妻2人。这不行，庄户人家哪里有什么妾室，我们家养不起。这位大嫂，你赶紧把闺女领回去吧。一听苏老婆子不愿意，张婆子立刻就慌了，求2位大慈大悲，赏麦芽一口饭吃，麦芽她愿意给你们做牛做马。哎呀呀，我老妈都说了，我老爸不需要妾室，你们怎么就听不懂了？小姑娘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，你要是多一个小妈，也会多个人疼你，还天天会有好吃的，我闺女可会做饭了。可是我老妈做饭就挺好吃的，我干嘛还要无缘无故多一个小妈了？你们还是赶紧走吧，不要在这里哭泣了，要不我会很不高兴的。唉，看来这小姑娘真不好骗呀，要想让麦芽进入苏家，看来还得靠苏老头。老大哥，你就行行好收了她吧，我们家里没米下窝了，要不她回去之后肯定会饿死的，哪怕是给你当牛做马的都可以啊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庄户人家哪个不是做牛做马的，精心饲弄几亩田地，好图个一大家子的保暖，如此这般，又哪里用得着别人来自家做牛做马？苏家嫂子，我知道自家丫头粗鄙，配不上苏家，可是我们张家的女人最会生女孩，只要你把我家这丫头留下，将来肯定能给苏家多生几个乖巧的女孩。张大郎媳妇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钱月梅就不爱听了。我们家有糖宝就够了，不需要谁来我们家生闺女，你赶紧死了这条心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有糖宝就够了。苏家嫂子，求你看在我家男人，是听了你家男人上山打虎受的伤你就答应了吧？听我家男人那就搞笑了哈，明明是县衙贴出告示，只要上山打老虎的都可以补贴5斤粮食，这可是全村都知道的事情，你可不能赖上我家老头子哈。这我知道，我这不是为了报答苏大哥的救命之恩吗？要不是他把老虎打死了，我家老头子估计就不能活着下山了。这家伙真是厚颜无耻，刚刚还怪我家老头带他们上山的，现在为了让女儿嫁入我家，居然又说报恩，我也是他喵的服了。你给我少来这一套，对我没用，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，要不然我可就要放狗了。别呀，我只是想把闺女嫁入你家，给你们报恩而已。报恩？把自己被休弃的女儿硬塞到我们家，到底是报恩还是以怨报德？张大郎媳妇听后脸色一变，想到女儿被婆家休弃的理由，心里不由得一阵心虚。但是为了自家女儿的幸福生活，她直接给苏老婆子磕起了头。苏家嫂子，你大人大量，菩萨心肠，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吧。张家媳妇儿，这年头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如果都像你们这样，都跑到我们家来磕头，我们就要帮扶，那我们自家的日子还过不过？再说了，大家都有手有脚，你何必这样苦苦相逼？你无非是想要不劳而获罢了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再装了，你不就是为了要钱吗？我这里有30两银子，我现在就给你钱，但是你拿了钱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家。张婆子看着苏家嫂子手上的钱就两眼发光，出手这么大方，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。为了我女儿的幸福生活，我一定要她进入苏家。苏家嫂子的大恩大德，我无以回报，但这丫头就给你们家了。你们家老三不是还没有娶媳妇吗？就让她跟着你们家老三过吧。我家老三不在家，不在家也没事，你们家老三总归是要回来的，难不成还能不要爹娘了？村长王正义干咳2声，表情有些异样的看向了苏家夫妻。那个，我前些日子听到有人说，你们家三虎当年是跟人乘船去了海外，那艘船据说是遇到风浪啃了。村长没关系的，若是他家老三真的遭了难，他膝下也不能断了后，正好让我家这个丫头守着他这一房，将来不论过继哪个侄子，也算是圆了你们家老三的香火，你说是不是？张大郎媳妇的话一说完，院子里的人都愣了，谁都没有想到当娘的竟然让闺女上赶着来给人家做望门寡。不过很快又有人觉得这件事可行，毕竟苏老三这一只也不能绝了后，于是纷纷上前劝说苏老头答应张家。张麦芽看时机到了，
立刻就跪到了苏老太太面前，放声大哭。大娘，我愿意守着3哥的户头过一辈子，求求您了。那些银子已经足够你们家过日子了，你跟你娘回去吧。我娘今天就说过，你们要是不答应的话，她就让我睡马路。那我可不管，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，反正与我无关。大娘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现在就撞死在这里，反正回去也没得饭吃。一听他要以死相逼，苏老立刻就慌了，于是赶紧劝导：老婆子，要不咱们就答应了吧？现在不知道老三是个什么情况，万一他真的不在了，咱们也好给他这一脉留个后。张麦芽见苏老婆子有一些犹豫了，于是赶紧说道：大娘，您能单独听我说几句话吗？求您了。那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搞出什么名堂。说完，苏老婆子就带着张麦芽进了屋。至于他俩到底说了什么，谁都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苏家从此多了个未亡人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小唐宝却在梦里梦见了他师傅。这小女孩刚刚睡着，就在梦里跟师傅拌嘴：师傅，您不要糖宝了吗？是的，我不要你了。我很乖的嘞，你就真的舍得？再说了，你要是少了我的陪伴，你的人生肯定就不完美了。少来，师傅不吃这套。师傅，您不能油盐不进呀！造孽呀！我当初怎么就收了这么个徒弟？唐宝，你托生十世早夭，都是为救他人而打，因此你身上凝聚了无数功德之光，如今已是天运之体，遇事必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以后的路自己要好好走。10辈子早夭，我咋这么倒霉？不过都是为了救人。哎呦，我咋又这么伟大？只是我咋有点不相信你，毕竟我师父是个喜欢满嘴跑火车的人。嘿嘿，师父，您不能走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您这是弃养，您这是枉为人父，您这是……师父，唐宝舍不得你。唐宝呀，你现在已经是天运之身了，有天道的庇佑，庸俗点就是老天爷的亲闺女，谁敢跟你作对，谁就会倒大霉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唐宝呀，乖徒弟，你还是别哭了，你再哭，师傅也要哭了。师傅一哭就不英俊潇洒，不万人迷了。你还是赶紧走吧，一个大男人哭啼啼的，别提多辣眼睛了。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，难道你刚才的挽留都是假的？这些年的师徒感情，难道我终究是错付了？开局堪比王炸，这小日子有盼头了。距离唐宝做梦跟师傅联络感情已经过去足1年多了。此时，唐宝正带着自己的小地图对自己的鸭子军团评头论足。老大，你从山上捡来的这几只鸭子，咋和别的不一样？它们是鸭子吗？咋不一样了？不都是鸭子吗？可是它们的叫声不一样，嘴巴也长，个子也大。你还不许人家长得好呀？你还比旺财长得高呢，能说你不是男孩子吗？有道理，老大不愧是老大。嘿嘿，咋一不小心混成孩子王了呢？就在众人其乐融融时，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：一群憨子！喂，你不许嘲笑我的小弟，自家小弟当然要自己保护了，哪怕智商低的一批，可也是我认定的，谁都不能嘲笑。我的小主子呀，每天眼巴巴的等在大门口，险些成了小旺70，怎么见了面就掐呀？想跟人家玩，你明说呀，非得要我给你擦屁股。唐宝，烫神给你做了水晶糕，来拿去吃吧。说完，把手里的一个小篮子递给了小唐宝。一群小孩子盯着唐宝手里的小篮子，狂咽口水。小唐宝才不承认，他能做到老大的位置，有一部分是这些糕饼的缘故。谢谢伯伯，客气了。红红过几天就回来了，别忘了过来玩。真的，大黑马被张成骑走了，我有1个月没见过他了，好想呀。伯伯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红红肯定想你。老大，你能把红红牵出来给我们看看吗？好的，我知道哪里的草最嫩，我们现在就去放大嘛。王旺来的提议，立刻让一群小孩子眼睛贼亮，满是期盼地望着小唐宝。小唐宝觉得这个事儿吧，还得人家主人同意才行，于是看向了一旁的轩辕姐。那个我舅舅让人送来的果子真是难吃死了。少爷，这话题咋跳到果子上去了？且这果子都是西域进贡而来的，怎么会难吃呢？莫非是想给唐宝吃，他又不愿意开口，所以才想让我给唐宝才这么说了。那个确实难吃，少爷既然你不喜欢吃，那老奴就把它处理掉吧。随你，你要不让我看到那果子就行。唐宝，伯伯这里有稀罕的果子，你等等，伯伯去给你拿来。伯，怎么跑得这么快呢？小孩，你告诉伯伯，谢谢他的好意，我不吃，我走了，我可是很有骨气的，才不要吃轩辕锦的东西。哼，你现在就要走，那你以后还想不想看红红？想不想骑大马马？
哇，那可是梦寐以求的马呀！要是能骑上一回，我这辈子都知足了。老大，要不要咱们叫上他一起玩？可是他嘴那么毒，脸那么臭，会影响我的心情，而且也会吓到我的鸭子。鸭子都跑去河里游泳了，哪里会被吓得到？老大，你找理由能走点心吗？轩辕锦见唐宝就是不答应跟自己玩，情急之下只能用力咳嗽，小脸涨得通红。看吧，他还会碰瓷，你就不怕被他讹上？可是老大，什么叫碰瓷？你唐宝看轩辕锦咳嗽的厉害，于是赶紧上前从小兜兜里掏出一个红果子，很熟练的塞到了轩辕锦的嘴里。很快他的咳嗽声就停止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别一会真被他碰瓷成功。来人，去拿几个碗碟来。拿碗碟干嘛？难道是要请我吃饭吗？不出片刻功夫，就有一个人拿出几个碗碟出现。不想轩辕锦气呼呼的拿过一个碗碟，狠狠的往地上一摔。哼，小爷就碰瓷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憨子，他骂我，他竟然骂我憨子。我可是最聪明的孩子。咱们去放鸭子，不要跟这个憨子玩。好吧。唐宝这个老大要走，往往来等小弟也不敢多留，眼睛直溜溜的盯着唐宝手里的篮子，流着口水。老大，要不咱们去庙会转转？我听我爷说，庙会上可热闹了，有老多好玩的。我也听我爹说了，有人嘴里能喷出大火球来，还有人把这么老大的大石头放在身上，让人拿大铁锤子狠狠的砸。一听就知道好玩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唐宝砸走了。既然他走了，你就把东西扔掉吧。得了，肯定又掐起来了。我的小少呀，想跟人玩，别板着脸呀，人家可不欠你的。是，老奴一会就让人往苏家大门口扔去。随便你，想扔哪里就哪里吧，反正跟我没关系。我现在心情还不错，等会你交代我去庙会吧，我想去看看。看你这苦瓜脸，还叫心情不错，我他喵也是服了。你想去找唐宝玩就直接说呗，非要兜这么大个圈子。而另一边，唐宝刚刚来到庙会，就被他的好六个给安排在了一个茶水摊，因为前面人员太多不方便带他。可就在他们前脚刚离开，后脚就有个女人跑来抱着唐宝哀嚎：你这孩子咋这么不听话，让你乱跑你偏不听，一会功夫竟然跑到这来了。看来我这是遇到拍花子了，这种冒认孩子的招数在古代竟然也流行。放开我不认识你。你这孩子咋这么不听话，不就是说了你几句你就连娘都不认了？这位大嫂，小心我的摊子，茶碗可值不少钱呢。真对不住，这孩子不听话就来乱跑，这几个铜钱赔你。这位大嫂，你和这位小姑娘这长得不一样呀。小姑娘憨态可掬，而这个所谓的娘亲怎么长得一副尖嘴猴腮模样？不瞒你说，我是她继母，人人都说后娘难为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我这个当后娘的管重了，被人说欺负孩子，管轻了，这孩子反倒不听话了。女人生怕耽搁下去会出事，赶紧又拿出几个铜板出来。刚才铜板可能不够，我再给你补几个，感谢你照看我的孩子。这女人嘴巴真是利索，白的也能说成黑的，加上一副可怜巴巴的样，茶水摊的伯伯竟真被她哄了。唉，伯伯，我是大柳树村。小唐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妇人又狠狠地捂住了嘴，随即被抱上了车。当苏六虎意犹未尽地看完表演，回到茶摊找唐宝时却傻眼了。